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明仔说世界。生生世世123，还想找帝君算账，东华啥时候输过？九重天上，元吉宫里，连宋和程昱9日没出门了。连宋枕在程昱的腿上，笑着看程昱。程昱之前七情修得不全，总弄不明白连宋他哪里来的那么多激情，这几日算是整明白了。连宋忽然道：“小玉，你说滚滚的媳妇有了吧？”程昱摸了下连宋的头道：“你当种萝卜啊？”程昱道：“我要出门去找凤九，回来还没顾上和他说话呢。”连宋道：“对，我们得去找东华，这回他要是不把滚滚给我，你就给他倒回碧海苍林挨打去。”程昱踹开连宋道：“越来越无赖。”今日连宋从元吉宫到太晨宫，拉着程昱的手就没松开过。进了太晨宫，程昱和凤九抱在一起，两个人说悄悄话。连宋一步到树下的帝君身旁，他拿了枚棋子，嘴角眼都是笑意。帝君道：“你这身子可还结实？”连宋觉得这句话很熟悉，忽然想起来，这是他当年笑话帝君的。连宋坏笑道：“我年轻，帝君，你和组织加起来比我们老。”连宋拿棋子的手抖了下道：“还有这算法？南荒小燕魔君已经被困在魔宫好几日了，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群男仙堵在他宫门前，只要他一出门，这些人就抱他，吓得他几天不敢出门。还是少晚提醒他，说是冰块脸干的事。今日少晚把人赶跑了，他才出来。”小燕一听少晚要去九重天，喊道：“臭冰块脸，我去找你算账。”少晚和程昱见了面，两个人有千言万语，却久久没说一句话。光阴来去，再见时还各自安好，风吹落树花飘在他们肩上，此时岁月静好。这气氛被后面的小燕一嗓子打破了，她气呼呼的直奔树下，对帝君道：“冰块脸，我就抱你睡个觉，你弄了一帮男人来祸害我。”连宋一口茶水全喷在棋子上，站起来张着嘴惊讶道：“小燕，你抱着东华睡觉？”小燕：“抱了，不过他又把我踹下床了。”连宋笑的眼泪都快出来了，看了眼四平八稳坐在树下的东华道：“他没挖坑埋了你就不错了。”小燕又去找凤九告状。凤九还没说话呢，滚滚一本正经地道：“小燕叔叔，以后你不要再说和我父君睡觉，别毁了我父亲清誉。”滚滚一说，大家都笑了。连宋道：“虽然现在你也没啥清誉，不过我们滚滚说的就对。”帝君白了他一眼，没说话。司命过来送书稿，程昱回来后也是第一次见，如今程昱是祖之神，按理那他可是要拜的。司命刚要行拜礼，程昱扇子一挡道：“我们和从前一样。”连宋却大声道：“司命你要拜就行个大礼。”司命这也是要的。刚想行跪礼，程昱拦住他道：“听那个无赖的话干什么？”司命无端的觉得感动。折颜和白珍踩着饭点进门，桃花醉一开，满园香气。白浅看了眼少晚道：“师傅他去梵经讲法了，不然也会过来的。”小燕一听到墨渊上神，几日前我们祖宗招亲时他去了。众人一听，筷子停在半空，这又是哪一出？少晚夹起个果子向帝君砸去道：“还不是他害我，我就抱了他小狐狸一个晚上。”连宋心想，还好就一个晚上，多了还不知道要闹出啥事呢。月色渐上，众人都离开时，帝君叫住了司命。帝君看着司命不说话，司命有些忐忑，看向凤九。凤九对帝君道：“东华，你留司命什么事？”帝君嘴角一笑道：“司命那一是你的，你抱回去吧。”生生世世124，白滚滚10000岁生辰。帝君和凤九又撒糖。太晨宫里夜风一吹，司命一身的冷汗更加冷了。司命道：“帝君快别取笑小仙了，他是太晨宫里的灵物，我不要。”帝君，你真的不要？司命摇头。凤九上前拉帝君的手道：“别老是吓司命，你知道他怕鱼的。”司命趁着凤九和帝君说话时溜了。凤九道：“以后不许你再做糖醋鱼了，现在九重天的人一听鱼，比听行尸召唤还害怕。”帝君笑道：“这条鱼怕是他甩不掉了。”凤九不解地望着帝君，帝君道：“过几天你就知道了。”抱起凤九道：“咱们干活去。”凤九：“早上我都还你一次了，怎么又来？”帝君笑道：“去给滚滚致剑，夫人想啥？我倒是可以配合你的。”凤九一听是自己想错了，立刻捂脸道：“我喝多了。”
帝君坏笑道，夫人喝多了，我们还是洗洗睡吧。凤九一听挣脱，帝君道，我又没那么醉了，还是至贱。帝君望着跑在前面的凤九笑得开心。兵器室里，凤九拿着刚刚全部完工的短剑，道，滚滚一定很高兴。过几日就是滚滚10000岁的生辰了，帝君找了八荒最好的玄铁，亲自为滚滚锻造了一柄短剑。凤九在剑柄上雕刻了佛铃花，又镶嵌了颗紫宝石。帝君握着凤九的手，在剑柄的内侧刻下爱子滚滚4个字。凤九道，滚滚最懂事了，在凡事的时候都是他照顾我，给我盖被子。帝君紧紧抱住了凤九道，以后我们都会好好照顾你的。凤九抱住帝君道，我也会疼你的。碧海苍灵，四海八荒的众神仙听说滚滚过生辰，有没有请柬的都跑了来，而且还全都带着孩子。他们心想，或许自己的孩子能入了帝君老人家的法眼，早早定个亲，都把这个当成相亲宴。滚滚的寝殿里，他跪地叩谢了夫君和娘亲，接过了短剑，小脸上全是幸福的笑容。闪闪也为哥哥用玉做了一枚腰佩，上面刻了他们一家人看星星的图案。宴席上，今日送礼物的全是各家的孩子，小姑娘长得都很好看，滚滚倒是很客气很大方。连宋坐不住了，心想这狼孩子太多了，从袖子里掏出一颗血红的珠子，看了眼中，先对滚滚道，反正你是叔叔家的人，好东西都给你。他一拿出那颗珠子，四海的几个水军就站了起来，那可是四海八荒唯一的一颗娇女血泪珠。夜华对白浅道，三叔真是喜欢滚滚，这宝贝都送了。凤九对帝君道，我们就给连送个话，省得他老不安心。帝君一笑道，不急，他府里宝贝多着呢。凤九打了下帝君，帝君把凤九揽怀里亲了下。这四海八荒的神仙觉得帝君老人家怎么就越活越年轻了，而且很豪放。连宋回到座位，看着程昱跟勺碗那边说悄悄话，连宋忽然心头一惊，他这身边还有一个很强劲的对手呢，莫渊是滚滚的师父。将来莫渊要和勺碗结了婚，他一想觉得不好，还是得抓紧时间种萝卜。凤九想过去和勺碗一起玩，帝君拉着他不放，凤九用力了些，反倒叫帝君一拉就入了怀。连宋一看这是不是又得自己给设结界了，好在帝君亲了下就给放开了。凤九跑到勺碗这边，少碗道，老东华真是脸皮厚，他亲你怎么就没够呢？我看看这小脸上有啥。说着手就伸了上去，可勺碗的手还没碰到凤九脸呢，就感觉被电了下，耳边传来东华的声音道，再摸就把你丢到昆仑虚去。希望大家评论、转发、订阅，更多精彩等着您。我们下期再见，谢谢观看。